Hello，大家好，我是一哥，欢迎来到 Love Sharing 爱分享。今天要来说说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先来说说黑天鹅，相信很多人都认为全世界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吧？但是突然有一天你看到一只黑色的天鹅出现在你眼前，你一定会吓到，而且必定颠覆你对天鹅的定义。所谓黑天鹅事件，指的是那些极其罕见的风险，它一旦发生，必定天翻地覆，对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而灰犀牛事件呢，指的是可以预测甚至让人习以为常的风险。它就好像一个远远跑来的犀牛，开始时你觉得笨重缓慢，所以一点都不想理它。但是在它靠近时，你却已经来不及躲避了。所以灰犀牛事件的发生是一个过程，初期我们可以察觉到它，但是却又让人视而不见。如果比较起来，黑天鹅虽然可怕，但它一旦发生，我们其实什么也做不了，因为黑天鹅事件是不可预测也不可控制的。但是毁掉我们的通常是灰犀牛，因为原本不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由于在初期时我们忽视了它的存在，所以最后要反应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究竟为什么人们常常会忽视灰犀牛的存在呢？主要有几个因素。第一，侥幸心理。大多数人都有侥幸心理，常常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很多人在看到别人中了彩票后，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会中彩票的下一个人，所以他们想都没想就去买彩票了。但是当他们听到抽烟对身体不好，多吃甜食、煎炸、味精这类食物会使患上癌症的几率风险提高，久坐或不运动会让你减少几年的寿命等等这类的新闻报道时，人们还是会照常抽烟、吃不健康的食物、长时间屁股粘在椅子上、不运动等等，因为他们认为倒霉的一定不会是我，这样不幸运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第二，双曲贴现。这里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100令吉，你可以现在马上得到；第二是300令吉，你在1年后才可以得到。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实验证明，很多人都会选择立刻拿到100令吉。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当利益离我们越远时，我们的情感利息就越小，也就是觉得这个利益很小。相反的，如果从灾难的角度来看，当灾难离我们越远时，我们的回避动力就越小。双曲贴现说明人类不愿为明天的奖赏放弃今天的所得，更不愿为明天的惩罚放弃今天的舒适。第三，投入依恋。花丛中的一朵花对你来说毫无意义，不过一旦你拥有它，它就变得与众不同了。买了电影票，看到一半觉得这部电影烂透了，但是由于花了钱，所以只好把它看完。依恋之前所花的钱，却浪费了此刻重要的时间。一个女孩不愿意离开渣男友，一个被家暴的受害者不愿意离开，一位职员在前途无望的公司工作也不愿意跳槽，赌徒宁愿借钱也要赢回之前输了的钱。其实这些都是对自我投入的一种依恋，让人迷失其中，无法察觉到越来越靠近的灰犀牛，直到最后被踩得扁扁的。其实灰犀牛事件跟保险息息相关。第一，为什么大多数人在还没发生意外之前都不会想要为自己做好财务保障，为自己开一份保险户口呢？因为人都有侥幸心理，认为不幸的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在有机会买的时候都不买，等到意外来临后才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为自己做好保障规划，最后沦落到要跟别人借钱来付医疗费。第二是在人们开保险户口的时候，会放大现在失去的钱，但减小对自己得到保障的感觉，因为那实在是太远了。所以有的人不愿意现在就用一些钱来面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风险，或者是他们不愿意现在存钱为退休后的自己做好规划。第三，投入依恋。有的人在10年前买了一些保险后，就从来都不看自己买了什么保险。在保险业务员告诉他需要更新或放弃一些重复的保单的时候，由于之前投入了10年的金钱，
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做改变。最后在发生意外时才发现，原来自己的保障是那么的小，几乎什么都保不到。这里不是呼吁大家断保，而是说如果发现买到重叠的保险时，一定要当机立断放弃保障比较少的那一个。当发现自己的保单已经不适合自己后，要马上更新。最后，在灰犀牛还没来到之前，我们必须要提前换道。不管是什么事情，在初期发觉后，绝对不可以视而不见。我们应该要做的是马上采取行动，做好准备，居安思危，在意外还没发生之前做好保障规划。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是一哥，感谢收看，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喜欢就按个like，了解更多保险知识，请关注 Love Sharing 爱分享，就这样咯，拜拜。